前2天大兵提过委内瑞拉，打算吞并圭亚那那事儿，看来兄弟们都挺感兴趣的。今天咱们就特意来聊一聊这个南美的火药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领土争端问题，但绝大多数领土争议所涉及的地区其实面积都比较小，争议的领土面积所占该国的面积比例也并不高，所以委内瑞拉一口吞掉圭亚那2/3领土的事情就显得尤为突出。可这个事情咱们要看清楚看明白，那就得从根源上聊起了。200多年前，圭亚那还是一个完璧之身，叫圭亚那地顿。随着欧洲掀起了瓜分新大陆的狂潮，以及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各自的兴衰交替和争斗，圭亚那地顿没有强大的守护者，只能依附于各个强国，甚至一度被分成了5份，就像这张地图一样。此时时间来到19世纪初，西班牙对美洲的压迫越发狠厉，所以反抗也随之而来。西属南美地区在玻利瓦尔的带领下，当地人开展了独立运动，在与圣马丁的部队合作夹击西班牙后，最终取得了胜利。1825年，西班牙退出了南美大陆，玻利瓦尔创建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并且建立了委内瑞拉省。与此同时，巴西也宣布独立，另外一颗牙也跟着离开了南美。但是大哥伦比亚内忧外患，问题重重。1830年，委内瑞拉宣布脱离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但新生的委内瑞拉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最紧迫的就是如何和英属圭亚那划分边界。英国利用委内瑞拉刚立足未稳之际，打着科学考察的旗号，越过埃塞奎伯河，占领了西起奥里诺科河，东至埃塞奎伯河约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41年，英国提出了以奥里诺科河为界，作为英委边界。这个提议被委内瑞拉果断拒绝。此后，争议地区发现了黄金，这让两国的矛盾更加尖锐，纷争一直持续到了半个世纪。1895年，委内瑞拉和英国宣布断交，危机随之爆发。美国此时已经成为了新的霸主，通过外交压力，迫使英国接受将争议地区交由国际仲裁决定归属。1899年10月，仲裁团队做出了判决，英国获得了大约90%的争议地区，委内瑞拉只获得了10%。此时英属圭亚那已经基本是现在圭亚那的形状了。分到了这么少的土地，委内瑞拉肯定是不愿意的。历任委内瑞拉领导人拒绝承认仲裁的有效性，但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让委内瑞拉只能默认仲裁划定的边界。为了开发圭亚那，英国利用各种手段引渡移民，其中以印度人最多，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圭亚那印度人多的原因。时光如水，岁月如歌，又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圭亚那独立了，得到了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南美国家的一致认可，也继承了英属圭亚那的所有领土。委内瑞拉再次提出了领土问题。虽然这次两国是在日内瓦协议的框架下举行的谈判，尽管协议否认了国际仲裁的合法性，但圭亚那怎么可能把2/3的国土都拱手送人呢？所以毫无意外的，圭亚那选择了拒绝。最后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介入下，两国没有因为边界问题而擦枪走火，决定一起坐下来谈一谈，并且成立了混合委员会，研究解决领土争议的方案。双方的争议也暂时被搁置。20世纪90年代，委内瑞拉的经济受到了拉美债务危机的严重打击，同时也由于石油红利分配不均，全国都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潭中。委内瑞拉的社会矛盾加剧，到了1998年，乌哥查韦斯登上了委内瑞拉的领导人，提出了重塑大哥伦比亚的愿景。其实就是把现在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以及西属圭亚那的领土全部划归委内瑞拉。该计划一提出就遭到了圭亚那的强烈反对，于是两国又陷入了争斗中。2013年，查韦斯去世，新任的总统马杜罗上任，但这并没有缓解两国的争端，而2年后的一次大发现将两国的矛盾打上了死结。2015年3月，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勘探船在两国的争议领土附近的海域发现了储量约130亿桶的石油资源。如果两国能够和平共处，共同开发，那么对于两国的经济无疑是一剂强心剂。可是贪婪怎么轻易会放过人类呢？在发现后没多久，
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宣布同圭亚那政府将一起开采此处的石油宝藏，同时并签署了一份分成协议。该协议包含有1800万美元的签约资金，而埃克森美孚呢，只需要支付2%的石油开采特许使用费，就可以获得50%的利润分成。毫无疑问，这让委内瑞拉是再也忍不下去了，当即就撕破脸与圭亚那决一死战。但是由于美国实力雄厚，又是在委内瑞拉的家门口，马杜罗是不得不忍了下来，但他却从没有想过要放过圭亚那。历史遗留问题和大量的资源发现，使得埃塞奎博成为了两国难以解开的心结，这也使得两国的领土冲突延伸到了所涉及的领海冲突。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10月，巴以冲突再次亮起红灯，世界进入到多事之秋。马杜罗也觉得时机成熟了。恰在此时，圭亚那又递上了一个合适的借口。圭亚那总统伊尔凡阿里在争议地区升起了一面巨型的圭亚那国旗，这让马杜罗认为圭亚那的挑衅这是。立刻派遣部队驻扎在了两国边境，两国的邻居巴西发觉不对劲儿，立刻出来调解，可马杜罗明显不买账。美国此时也发现了异样，立刻分头派出2个小组进行调停，但是你无法叫醒装睡的人。马杜罗借题发挥，在12月3号进行了公投，1050万选民以95%的高票通过，将争议地区划入委内瑞拉，并成为第24个行省。同时命令美孚公司立刻停止开采。2天后，巴西感觉事态严重，立刻向美景镇派遣了第18兵团。与此同时，马杜罗迫不及待地向争议地区派遣了石油勘探队。这一下圭亚那彻底慌了，立刻联系了盟友们。12月8号，离得最近的盟友美国宣布与圭亚那进行军事演习。到此就是这次委内瑞拉事件从建国到今天的全过程了。另外呢，咱们可以看看这次未发生的战争会是什么一种结果。如果只是委内瑞拉和圭亚那单挑，那结果会非常明显。圭亚那那1000多的国防军根本不够委内瑞拉10万大军塞牙缝的，而且机械化程度也没得比。空军方面，委内瑞拉有24架 F-16、24架苏30，另外还有24架 K8。海军方面，委内瑞拉有2艘209型潜艇和6艘狼级护卫舰。但如果加上美国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除非委内瑞拉与美军复刻一场越战，可现代战争呢，已经不只是靠士兵的眼睛去作战了，丛林游击战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到最后还是一场碾压局。委内瑞拉的事情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最后呢，咱们来看看另外2个战场的消息。加沙地带还是老样子，以色列 hold 住全场，北面与黎巴嫩武装轰炸不断，加沙南部继续灌水。不过哈马斯成员大面积被抓的消息呢，被网友们给锤爆了，胜利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俄乌战场继续冰封，泽连斯基的愿望清单又有了新入账。德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揽子军事援助，包括超过1750枚的155毫米炮弹、70 MGW 自动榴弹发射器、侦察无人机 Luna NG、10架 Victor 侦察无人机及备件、6辆巡逻车、8辆 Zetros 卡车、10万个急救箱以及其他药物。而保加利亚呢，更是大方，向乌克兰免费提供了100辆装甲运兵车。对，没看错，是免费的。不得不说，泽连斯基的人缘真好呀。同时，乌克兰和瑞典讨论了提供潜在援助的问题，主题之一呢是向乌军提供鹰狮飞机。这要是谈成功了，那乌克兰的天空可就真的热闹了。另一边呢，俄罗斯人他也没闲着，既然战线打不过去，那就打蛇岛吧。英国情报部门监测到俄罗斯正在不间断地炮轰蛇岛，是不是一脸问号？岛上没人轰个什么劲儿啊？根据英国人的分析认为俄军炮轰蛇岛主要是因为这里已经成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象征，所以不轰白不轰。不得不说俄军真的是逻辑鬼才。好了，今天的战报就到这里，我们下期战报再见。